安森林公园位于台北市大安区，占地25.9354公顷，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负责管理与维护，地处台北市中心，被誉为台北市的都市之肺，为附近居民的遛狗好去处。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大安森林公园的遛狗人士。首先，这位是孝顺女儿的王大哥，他7个月大的威力。因为是我女儿养的，那规定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。他女儿会紧盯你，他的教法有没有？会叮咛我，因为我女友叫我说要怎么教她，就是她冲的时候我会把她拉住，让她自己慢慢让她习惯的时候，她自己往回缩，但是还在练习中了。所以你女儿算是出张嘴叫你？对，现在不是都这样吗？但以前养狗的观念跟现在养狗观念不一样。所以你前一只狗的养法跟这只狗养法不一样？从来没绑过啊，就还跟着人吃啊。威力是你女儿养的，我女儿要养的，然后一天4次都是你在遛。对，女儿养，老的带。王小姐长大要孝顺爸爸。所以你每天都会带威力出来散步？对，如果有时间就带他出来早上、中午、下午、晚上。一天散步4次？对，原则上4次，因为年纪还小，那个精神很好。现在7个月是最难带的时候，就被带走了。接着，我们不小心访问到一位宠物界网红。请问一下，怎么称呼？现在多比爸好。他是多比吗？对。我们家导演常常说多比很可爱，但他根本没认出来。对了，这真的没有 say， 因为我们很懒。多比有没有什么坏习惯是你很受不了？可能还有一点点挑食吧。挑食这样？对，他可能就是大鱼大肉吃惯了。对，就我相信应该很多有养宠物的应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不小心把它养太好了这样。对。这个时代，狗吃得比人好。养多比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时刻是觉得有点困扰的这样？那也不算困扰啦，就是它很容易把自己的毛弄得很脏。那边我们每天回去都一定要梳毛，一定要花个至少半个小时40分钟，也就一个例行公事。有时候可能今天真的太累太忙了，回去就还是得要做这些事情。它目前现在这样看起来还算干净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昨天要洗澡，我今天还没弄脏的，还没，有至少抹叶。看到同伴交朋友吗？对，他很喜欢跟狗玩。这只萨摩耶的粉丝团人数虽然没有多比多，但它有个威震江南的名字。它什么名字啊？它叫 Cina。哎 Cina，张 Cina 的 Cina。哎，对，是真的是因为是张 Cina。张 Cina 是男生哦，她是女生，她叫陈 Cina。陈 Cina 这样。她中英文都叫 Cina。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。当时也不晓得还有个中心啊，跟人家介绍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，还有个中心啊。他说哇，好高兴哦，刚好一个在西方，一个在东方。还有一个摔跤手，我就叫他心灵捕手。每个狗界麦特戴蒙，他粉专是这样来，是粉丝要求的。因为我常在华山附近走嘛，走过以后，他们看过一次，会想念他，就出来找他。有的人出来找3个月，特地来找他。对，每天这样去找，最后3个月才跟我说，碰到我说拜托弄个粉专，所以他粉专是这样来的。100万联署支持希娜参选，这算是老板女儿养的。老板的女儿养的。是你女儿吧？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还有一个老板，他养的之后，因为他现在出国深造，去拿证照，所以都我在带。Cina 是你老板的女儿养的狗狗，然后你老板的女儿出国深造了，对，然后把狗托给你照顾。对，兄弟，我懂你。所以你照顾它其实算自愿的，不是说老板给你工作了，自愿的。那因为他也需要人家照顾啊，因为老板也很忙嘛，那总是要有人帮他照顾一下。各位好好学什么叫职场说话艺术。在公园角落的潘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只雪纳瑞悲惨的童年故事。它是受虐犬啊，真的？对，它是受虐的狗狗，它是救回来的，原本在台南女生养的，男朋友要买给她的，那个男生要追她了，然后买的，结果他没有养它，他就关在笼里面关了6年。来的时候只有3公斤，关在笼子里关6年。对，来的时候后腿是 O 型腿，站不起来。他等于前6年没有走过路，没有。虐狗的人下地狱。你看到他来的时候是全身都是没有毛，皮肤病很严重。他血尿出来不是那种尿里面带粉红色的血是血浆。他血尿不是膀胱发炎，是膀胱癌。然后后来治疗了2年多，到现在孩子都在吃药，之前是打针，现在已经10几颗，肿瘤只剩2颗了。医疗的费用其实是很高的，他如果没有那个药商的赞助，光那一针就是1万块，他一天要打3针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前面1年，所以一天就要3万这样。对，虐狗的人下地狱，下地狱。现在每天这样跟我走，他的后腿已经都正常，现在已经被养到死光，因为他不能瘦，太瘦如果这个病
发作的时候，他没办法去跟他对抗。对。潘大哥，祝您好人一生平安。公园出口旁遇到一只很想受访的罗素克洛，哦，不是，是杰克罗素。毛毛，你是不是想留下来被访问？你为什么不回家？还是想接受访问？毛毛，你想接受访问吗？他好开心啊！他好开心啊！毛毛摇毛毛，你刚说毛毛几岁？毛毛大概4、5岁。4、5岁这样子。哎呀，他超级激动。太嗨了。毛毛有没有什么坏习惯是让你觉得很苦恼，或者是觉得很烦的这样？就是他有点无法冷静，就像刚刚这样。就像刚刚那样。有没有什么行为或是什么举动，有让你觉得很窝心或者很感动过这样？好像还好哎。毛毛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带着黑才的奶奶与孙女向我们透露了狗狗有个窝心才艺。放学回来，他会这样子跑来迎接，对，跟我击掌，跟你 high five 这样。对。那你可以试给我们看看吗？来坐下。他想要跑，他想要绕跑。下面这对带着腊肠的夫妻分享了中国传统骨疗法的神奇之处。他怎么称呼？棒棒，他叫棒棒。他叫棒棒，为什么？就是长长的跟棒子一样，像跟棒子一样。取名字不要偷懒哦。之前有出过，就是有瘫痪过一次，然后我们去那个针灸，后来把它针灸针好。哦，真的？真的。是中医那种针灸吗？还是有点像中医那种针灸？对，就中医针灸，我看过，就插很多针在他的那个脊椎上面。他现在后脚是没办法，就是用拖的，就用前脚走路。然后后来针灸针一针以后，竟然又可以走，我们也很惊讶，对，很神奇这样。对。但那时候还算年轻。那是他几岁的时候的事情？才5岁以前。哦，那其实针灸完了，等于过了10年都没问题，后来就完全都没问题了。观众看到这段会不会以为在业配这样？没有了。真的没有业配，但欢迎大家来业配。棒棒有没有做过什么举动或者什么事情，有让你们夫妻俩觉得就是有点窝心或感动过的时刻？好像没有。棒棒跟毛毛，请再继续努力。棒棒来休息完了，棒棒。棒棒休息完了。走了，他不想走，好好笑哦。今天最后一位受访者是带着米克斯的邱大哥。毕青秋，邱董。导演的假笑有待改进。Yuki 平常有没有什么行为举止是会让你觉得有点烦啊，或者觉得这些坏习惯？怎么讲呢？就一直跟在你屁股跟屁虫，有时候跟屁虫，有时候你就不想鸟他那种感觉。拜托别烦我。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很窝心啊、很可爱的？有啊，比如说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独处，他有时候会过来，然后就这样看着你，哎呀，有那种情人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眼睛。他会跟你一起睡觉吗？没有，我们家他不能上床的，他也不能上沙发。怎么讲？我的老板不喜欢这个上床啊，不喜欢他上床动。你的老板是指您太太的意思？是的。邱大哥很懂婚姻之道。老板其实也蛮喜欢他的。只是有些规矩还是要遵守。规矩啊，对呀，狗狗也要规矩的。所以你当初领养他回来的时候，你的老板有排斥吗？最初领养他是我女儿，所以是女儿领养，然后后来都爸爸在顾。后来就变爸爸了，爸爸要养。因为女儿要工作，女儿要去玩。兄弟，我们懂。所以女儿养了多久？也没有啦，也没有说养多久，因为他又大概快1年了吧。因为他又跑出去什么出国游打工游水不是啦，纽西兰啦。纽西兰，对呀，然后又要去这里去那里的，哎呦，真是。结论：大安森林公园有很多帮女儿遛狗的人。嗨，我是 Sandy 吴善如，这是哈希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